5月13号这一天呢，可能是俄罗斯空天军今年最黑暗的一天了。在短短的2个小时之内，俄军呢居然在自家领土上接连损失了4架军机，其中呢更是包括了俄军号称最强4代半战机的苏 35S。那么这究竟是什么武器能够在俄军本土打出如此战绩？俄罗斯的最强4代半战机的真实水平究竟如何？咱们接着往下看。在2023年5月13号，就在乌东巴赫穆特战役激烈进行之时，俄罗斯本土呢突然传出来4架战机被乌克兰击落的消息。根据目前已经曝光的信息显示，当时俄军正将这4架军机编组对乌境内的切尔尼戈夫地区进行空袭。这原本可能是俄军对乌日前袭击斯塔罗杜布的一次报复性打击，但事情的发展呢，显然出乎了俄罗斯的预料。在俄方完成袭击并飞回俄境内布良斯克州时，乌方出动了对空武器，对这4架已经返回的俄领空的战机展开追击。或许是因为疏忽大意了，包括苏35在内的这4架军机被悉数击落。其中1架直升机在被击落时，更是已经深入了俄领空50公里之多。在此之前呢，乌方从未在这个距离上成功打击俄军的空中目标。对于此事，一些俄军方人士通过社交媒体表示，这对于俄军来说确实是一起挫败，并且表示这并不是一场单纯的意外。难道说又是美国援助了乌克兰什么神秘武器，使其能够在俄领土击落战机？亦或者这又是俄罗斯防空部队闹出的乌龙呢？虽然俄罗斯官方对此还没有明确表态，但已经有不少媒体确认此事。这4架战机是在执行完任务后，在返航途中遭到袭击，并且机上的9名飞行员无一生还。从这种情况来看呢，可能这些飞行员也没有想到自己居然会在自家遭受攻击。事发地段在俄乌边境，位于俄境内50公里处，可能俄空天军飞行员认为自己处于安全地带，所以完全没有做任何防备，再加上事发突然，导致其失去逃生的最佳机会。而值得一提的是，据称被击落的这4架战机至少有1架是米 8MTPR1 电子战飞机，主要负责对乌克兰防空系统进行电子战压制，它的有效作战范围达到了150公里。而苏34战机负责投掷精确制导炸弹，苏35S 则负责为其提供空中掩护支援。显然，这是一个分工明确的作战小队，而这种作战小队的任务路线和撤退路线也一定是会被周边防空部队所知晓的，因此他们被自家防空系统击落的概率极低。至于外界传闻的乌特种小队使用肩扛式防空导弹集火攻击，从这些飞机在爆炸时的表现来看，并不像是单兵防空导弹所为的。不过呢，前面咱们也提到了，这个空军小队是先去了乌克兰境内轰炸，然后返回的俄罗斯本土。乌军是当然不会坐视俄军轰炸之后还能安然无恙的离开。目前呢，乌克兰至少还有少量的 S-300 防空系统，以及西方刚援助的爱国者防空导弹，从性能参数上看，都具备击落这些战机的能力。但是由于被轰炸的地区距离俄罗斯边境不远，乌军并不太可能在当地部署有防空系统，因此出动战机就成了最好的选择。而且从被击落的米8残骸上看，直升机旋翼可以看到大量的破片，角度基本平行，属于典型的对空爆炸，因此大兵个人猜测是空对空导弹干的。而在前一段呢，刚好也有消息传出，美国和波兰分别为乌克兰提供了 AIM-120 导弹和米格29战机，因此大兵猜测俄军这4架战机很有可能是被 AIM-120 空导弹击落的。这时候就有另外一个问题了，米格29这样的俄式战机又该如何安装美军的 AIM-120 呢？这里最常见的改装方法呢，就是将米格29上面的俄制雷达改成美制雷达。比如呢，可以将 F-16战机使用的 AN/APG-68 雷达放到米格29上。对于美国来说呢，这样的改装是完全可以做到的。不过如果这样做需要漫长的时间，因此呢，美国还有一种更为简单的方法，那就是美制红外搜索和跟踪安装到米格29战机上面。
在上世纪90年代，美军的 F-14D 就配备了 AN/AAS-42 红外搜索和跟踪系统。该系统呢性能相当先进，能在180公里之外探测到图22轰炸机，并且能引导不死鸟远程空空导弹在150公里外实施攻击，并且这种系统呢能在雷达完全静默的情况下独立工作。虽然 F-14战斗机已经退役了，但是 AN/AAS-42 红外搜索和跟踪系统仍然被美制战斗机所使用。所以对于美国空军而言，想要在短时间内让乌克兰的战斗机能够使用美制的 AIM-120，给乌军战机加装美制的红外搜索系统是一个不错的选择。不仅改装的工程量小，而且所需的时间也比较短，对飞行员的培训也比较简单，能快速地形成作战能力。在实战状态时，乌军的米格29在某些情况下可以直接使用红外搜索系统跟踪俄军，比如在地面雷达引导下截击俄军高空目标时，米格29就可以关掉自身的雷达，仅依靠美制的 AN/AAS-42 红外搜索和跟踪系统，就能在上百公里外发现俄军战机，并且发射 AIM-120攻击目标。如果俄军战机此时没有地面雷达或者预警机保障，是很容易吃亏的。从俄飞行员无一生还的消息中呢，我们也能看出，对于这次袭击，乌军很有可能用的就是这个办法。而那架米8 MTRP-1 电子战直升机，它之所以能够被乌军击落，很可能是因为乌军采用了对等甚至在它之上的电子压制手段。如果这不是因为乌军的侥幸或者俄军的大意，那么最大的可能性呢，就是美国还向乌克兰提供了相应的电子战手段，使得乌军能够更有效地追踪打击这些俄空中目标。而对于今天的俄军来说呢，这无疑是一个巨大的坏消息。另外，由于在这次空袭中呢，俄军损失了一架宝贵的苏 35S 战机，也再次让人们对这个所谓的顶级4代半战机的真实实力产生了怀疑。根据俄罗斯自己的说法，苏 35S 型战斗机尽管按照俄罗斯标准属于4++战斗机，但实际上呢，飞行性能非常接近5代机，因此它在竞争对手方面，只有美国空军的 F-22A 和 F-35才配做苏 35S 的竞争对手。的确，在军事贸易方面，苏 35S 战机确实是俄罗斯这些年来为数不多性能不错的航空武器，但是要说它是顶级4代半战机，只有 F-35和 F-22能作为对手，那就有些俄式幽默了。按照俄罗斯方面的说法，苏 35S 由于同样具备超音速巡航和优秀的空战能力，所以它和美国的5代机相比，只差一个隐身性，所以叫做顶级4代半战机。但实际上呢，俄罗斯自家的4代半似乎和别人的4代半还是有些差距的。例如在飞机配置上，法国的阵风 M 不仅使用了有源相控阵雷达，还有着强大的流星导弹，其感知手段也比较多样。它的电子系统功能完备，电子设备造价超过总成本的1/3。导航方面，它可以依靠内部数据库进行地形规避，这对战机低空突防很重要。雷达方面，RBE-2火控雷达能同时跟踪8个目标，并自动控制导弹对其中4到6个目标实施打击，支持全天候攻击。光电探测方面，阵风可以进行超视距目标识别，兼具红外探测、诱饵、雷达告警和干扰、导弹来袭告警等功能。总体来看呢，阵风的功能和先进程度都要比俄军的苏 35S 更好。而且我们都知道，现代化空战是以超视距打击为主，想要拥有强大的超视距空战能力，先进的机载雷达和空空导弹是两者缺一不可。苏 35S 装备的 NO35 雪豹 E 依然是一款无源相控阵雷达，放在10几年前还算先进，但是现在看来已经落后，并且该雷达继承了苏俄系雷达庞大笨重的传统，整备重量超过了1吨。雪豹 E 呢，虽然号称有350到400公里的最大探测距离，但这仅仅是针对 RCS 值大、过载低的大型空中目标，例如 C5、B52 这种大型飞机。而针对战斗机大小、过载5个 G 以上的目标，就下降到了200公里左右，对隐身战机探测距离更是下降到了40到50公里。此外呢，俄罗斯自己配套的空空导弹也不行，277导弹是整个俄系空空导弹普遍存在着导引头差劲的问题。
这和俄罗斯落后的电子工业、电子技术有关。此外呢，由于 R77 使用了长方形弹翼和炸格尾翼，虽然增加了一定的机动性，但却增加了阻力，限制了射程。虽然俄罗斯对外宣称其射程80到100公里，但实际上呢，射程只有50到60。这些条件极大地限制了苏 35S 的超视距空战能力，使其在超视距空战中不如配备了流星空导弹的阵风战机。如果是拿苏 35S 和美军的 F-15EX 相比呢， F-15EX 的航电毫无疑问是优势，机体平台和推力呢也能和苏 35S 旗鼓相当。另外，该机还有一个导弹卡车的称号，能够挂载20发中距弹。不过，由于 F-15天生缺乏优质重挂载点，少数重挂载点呢挂了武器则不能挂副油箱了，因此在空战中 F-15EX 的航程那是个问题。不过综合来说呢，毕竟航电优势摆在这里，空战格斗机动性虽不如，但是导弹性能优势还是明显的，因此在空战能力这方面 F-15EX 还是要优于苏 35S 的。当然，苏 35S 战机呢，作为苏系家族的正统传人，其空战格斗能力确实挺强，基本上是目前4代战斗机中空战格斗能力最强的机型之一了。但是这个性能呢，对于空军而言，最多也就是有个战术优势，但远远算不上一个决定性的战术优势。该机和典型的4代半战斗机、5代机对抗时呢，其近战机动性就更没啥用处了。毕竟它连中距离都不一定能够突破得了，还怎么展开后续的空中格斗呢？大家对于苏 35S 这款战机都有什么看法？欢迎在下方的评论区留言。对本频道感兴趣的朋友，请点击下方的订阅按钮。我们下期再见。